的武功真不错，吸星大法收过来。石天玉穿越到明朝末年，幸运获得了超级仙侠联盟系赠送的神照功，别人练功要10年，石天玉只要片刻间，从此踏入高武宗武世界，开启逆天之路。初春的3月，北邙山春意盎然，山花烂漫，松柏掩映下碧草如茵，清泉潺潺流淌，湖水晶莹剔透。突然间，一道身影从山上摔落，砰的一声落入小湖之中，激起层层水花。湖水中，一个年轻人浮沉片刻，艰难地游向湖岸，浑身湿透。他急忙脱去衣物，不经意间，湖面倒映的身影竟是另一个年轻人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感到困惑不已。他内心惊疑，自己明明是现代篮球高手19周，怎么会变成了这个年轻少年？刚刚还在黄浦江边晨跑，怎么突然间就来到了这里？身上的寒意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初春的北方气候确实令人难以忍受。石锦州，或者说是现在的石天玉，不禁抬头看向湖中倒映的自己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他注意到自己侧肩上留下一道绿色的五指掌印，背心上则有一处黑色的五指掌印，仿佛被火烧过一般。他清楚地感受到体内传来的寒意和疼痛，那种彻骨的寒冷让他几乎无法忍受。突然，他耳边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，向他解释了眼前的一切。原来，他已经穿越成为了明朝末年明福王朱长洵贴身侍卫石雄之子石天玉，而他的身体因为受了玄冥神掌的寒毒侵袭，导致了种种异常。然而，他不必惊慌。因为超级仙侠系统为他提供了一套神功来治疗这一毒症。石天玉眼前出现了一个虚拟画面，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系统所提供的帮助。石天玉感到一阵目瞪口呆，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。然而，渐渐的，一些记忆开始涌现，他明白了眼前的情况。从此刻起，他只能称呼自己为石天玉。系统随后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对石天玉的帮助，要求他盘腿坐下，双掌合十，闭上眼睛。石天玉颤抖着，牙齿打着颤，他迫切地希望系统快点结束这些介绍，因为眼下的情况对他来说已经是生死攸关了。他不想再听系统唠叨，他急需系统的救助。石天玉艰难地盘腿坐在湖边的巨石上，双掌合十，闭上眼睛。突然间，他感到头疼欲裂，全身骨骼仿佛在响动。随着一股热流穿过他的脊椎，他感受到一股凉意自额头传来，经过成讲穴，整个身体渐渐暖和起来。这种修炼神照经、内功心法的奇妙感觉，让他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欣喜。在经过多个昼夜的修炼后，石天玉的内力得到了提升，同时身体也逐渐适应了新的状态。虽然护体神功还很微弱，但他也能感受到它的存在。他静静地等待着系统的下一步指示。在漆黑的夜晚，他身上泛起了一抹绿光，周围的蚊虫蛇兽都因此而敬畏退避。在石天玉苏醒的时刻，他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渗透进他的身体，仿佛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了他的心田。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幅虚拟画面，一种神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宣告着他已成功驱除了玄冥神掌的毒素。系统为他植入了神照功，虽然并未完全掌握，但通过此功，任脉和督脉已被打通，使得他今后学习任何武功都事半功倍。在之前的治疗过程中，系统利用神照功帮助他排除寒毒，但完全掌握神照功还需他自己的努力。现在，系统赠送给他吸星大法，并附赠壁虎游强功和凌波微步。吸星大法虽然属于邪派武功，但对于石天玉来说，却是解决玄冥寒毒的有效途径。通过吸星大法，他可以轻松吸取敌人的内力，而不需要精准按住穴道。系统也为他植入了凌波微步，以帮助他增加内力，进一步辅助他的修行。石天玉心怀感激，他明白了系统的用意，也放下了心中的疑虑。系统解释了吸星大法的危险性，但也保证了他不会受到反噬的影响。他现在拥有了强大的基础功夫，可以更加安心地修行武学。接下来，石天玉开始感受到身体的变化，他的精力充沛，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力量。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相貌也发生了变化，更加俊朗，更加高大。系统还提醒他要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和修行的进程。石天玉听从了系统的建议，兴致勃勃地准备迎接修行之路的挑战。他不再犹豫，起身穿衣，准备离开这个地方。他施展壁虎游强功，轻松地攀爬崖壁，然后以凌波微步的速度进城。洛阳的夜晚并不安宁，但对于修行者来说，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石天玉利用凌波微步的灵活性，迅速潜入沉浮。他小心翼翼地探索着，寻找着陈正和陈无的踪迹。最终，在陈帆的书房前，他发现了陈正和陈无。他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扑去，双掌按在他们胸口，运起吸星大法，吸取他们的功力。陈正和陈无惊恐万分，但却无法抵抗。他们的内力源源不断地流入石天玉的体内，他的内力瞬间变得狂暴起来，
既有灼热的火焰，又有冰冷的寒霜，形成了一种极为复杂而强大的力量。石天玉深知自己体内神照功正在消化新吸取的玄冥寒毒功，火热与极寒相互交织，肉体酷热如火，而骨骼则凝结成冰。陈氏兄弟的内功被吸入他的体内，促使他功力大进。然而，他的身体却承受着剧烈的变化，他的躯体一会儿如火炉中烘烤，一会儿又似坠入冰窖，汗水如雨般涌出，身体鼓胀得近乎爆裂。石天玉心中了然，吸星大法的特性意味着，一旦敌手被粘住，就必须将其内功吸尽，否则无法脱身。此刻，陈正、陈武两人身体迅速变形，宛如两只猴子，最终倒地，缩成不成人形态，神态狰狞可怖。而石天玉则如同一个巨大的球体，身体充血肿胀，血管如筷子般粗大，内外矛盾的热冷交替让他难以承受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石天玉渐渐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逐渐恢复，吸星大法与神照功开始融合，神冰寒毒功也在被慢慢消化。他施展凌波微步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每一步都消化着体内的毒功，增加自身的功力。最终，他逃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盘腿打坐，运起吐纳功夫，吸取天地精华，以消化体内的毒力。清晨醒来，石天玉发现自己身形高大俊美，肌肤更加细腻。系统的奖励让他更加兴奋，龙爪手和反手道的功法让他感到无比兴奋。试探性的使用新学到的武功，他发现自己的力量比以往更加强大，但控制不住的力量让他不禁心生惊惧。回到家中，石天玉发现家人不见了，得知父母被朱长寻诬陷被抓，心情陷入极度悲伤之中。13及时赶来，将他带上马车，朝京城而去。汪静也加入了他们，他泪眼朦胧，看着石天玉的容颜发生了变化，心中充满疑惑和担忧。然而途中却遭遇到了意外，马车失控翻倒，石天玉和汪静在惊慌中互相搀扶，生死一线间的紧张刺激感让他们心头一震。13的声音在马车外响起，他媚笑着对田大人和许大人说：“两位大人，我给你们带来了犯人石天宇，请你们看着办。”他的话语充满了嘲讽与得意。车厢内，石天玉和汪静的心头一震，原来13竟是石家的叛徒，一个被福王收买的戏子。石天玉曾见过田耳根和徐显哲，他们的姿态已经让他了解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遭遇。这两个锦衣卫小头目无恶不作，索贿成性。汪静紧紧抱着石天玉，他已经亲眼见过锦衣卫的手段。他哭泣着劝石天玉快走，不顾自己的安危。锦衣卫们挥舞着绣春刀逼近马车，石天玉奋起反抗。他施展龙爪手中的一招拿云式，准确地抓住了一名锦衣卫的穴道，将其拖入车内。而后，他利用被植入的反手道，成功制服了其他锦衣卫。随着石天玉吸收3人内力的过程，他的身体开始急剧膨胀。田耳根感到不妙，急忙出手，但他的动作被石天玉化解，最终导致田耳根和其他锦衣卫受伤。石天玉利用吸收到的内功，成功打败了他们，并趁机逃离现场。在繁花锦簇的山林中，石天玉抱着汪静，利用金蝉脱壳之计，成功甩开了锦衣卫的追踪。最终，他们来到了一处隐蔽的石坪，等待着重新规划逃亡计划。北方的春天，一抹微寒透着暖意。石天玉感觉汪静的体温异常低，于是急忙抱着她进入一个巨大的石洞。他轻柔地放她坐下，将自己的衣物覆盖在她身上。虽然自己浑身汗湿，衣服可能有些臭味，但为了取暖，他无怨无悔。汪静微笑着表示感激，她的脸颊泛起一丝甜蜜。在这个春日的寒夜里，他们相依为命，温暖着彼此。石天玉决定去找些食物来填饱汪静的肚子，于是离开了洞口。尽管山风呼啸，寒意袭人，但石天玉并不觉得寒，因为他内心中蕴藏的内功早已将这寒意驱散。他的身体正处于转化内功的关键时刻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疼痛袭来，他的身体如同被千万针刺一般，痛苦难忍。他想要找到一棵大树靠住，但一动身，痛楚更甚，只能匍匐前行。他终于找到了一棵大树，靠在树干上，闭上眼睛，忍受着疼痛的折磨。他的内功正在剧烈转化，身体每一处都在痛苦地颤抖着。汪静听到石天玉的惨叫声，心急如焚，毫不犹豫地冲出洞口，关切地询问他的情况。石天玉痛苦地告诉他自己的情况，劝他离开，但他却不顾一切地靠近，试图抚慰他的痛苦。面对他的关心，石天玉不忍心让他触碰自己，生怕自己会失控。汪静却毫不退缩，与石天玉共同度过难关。石天玉明白自己的内功正在转化，痛苦难忍，但他绝不会放过自己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对汪静做出伤害，于是艰难地站起身来，决定寻找出口。突然间，他体内的内功爆发，火焰喷薄而出，山洞剧烈摇晃，巨石纷纷坠落，堵住了洞口。汪静见状大惊失色，奋力逃离，但洞口已经被堵死。他哭泣着呼喊着石天宇的名字，但已经没有了回应。
山洞里，石天玉被石块砸击，但因内功护体，他并未受伤。而在他摔倒之际，地下裂缝却被撞开，一片金光映入眼帘。他艰难地站起来，惊讶地发现四周堆满了珠宝。石天玉面对着闪烁的珠光宝器，一时觉得目眩神迷，不禁闭上了眼睛。当他缓缓睁开眼睛，便见到满地金银珠宝，耀眼夺目。四周洞壁摆放着100余尊金光闪闪的佛像，每一尊佛像都摆出不同的武功招式，或刚劲挺拔，或柔和凝重，或虚空探抓，或含笑萦怀。石天玉感到难以置信，他饶有兴趣地逐一观察着这些金佛。当他看到第7尊金佛时，他惊讶地发现那招式竟然与他熟悉的龙爪手相似，但仔细观察后又觉得有些不同，于是他继续往下看。随着他的观察，他体内的热气开始逐渐活跃起来，从天突穴跳动到无理穴，再到虚池穴。石天玉心中虽感奇怪，却也不再害怕，完全沉浸在金佛的武功招式中，继续往下观看。当他看到第9尊金佛时，内力已经沿着经脉流转到各个穴位。当他看到第13尊金佛时，内力已经盛大到了丹田处。石天玉感到内息越来越盛，源源不断的涌出。在思念父母和担忧汪静的命运时，石天玉的情绪波动引发了他体内热气的一系列变化。他的内力随着情绪的波动，不受控制的在经脉中流转，使他感到身体异常充盈，内息汹涌澎湃。他不禁大声呼喊，回到金佛前练功。在演练金佛的武功招式时，他的内息突然间变得异常活跃，如惊涛骇浪般涌动。石天玉感到无法控制身体，但他仍按照金佛的图谱练功。当他回到第1尊金佛前时，精力似乎更加旺盛。他以掌作刀，舞出一套刀法，手中虽无刀，但刀招却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。突然间，石天玉感到一股热线从右胁下的渊叶穴崩出，沿着经脉流转，使得他全身内力不断运行。他手舞足蹈，身体不受控制地舞动着，内力源源不断地涌出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带着妖气的声音响起，向石天玉解释了加强阪神照功的奇妙之处，以及每一招的功效。石天玉目不转睛地看着虚拟画面，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。石天玉牢牢记在心中，他明白只差一步便可功成仙道，然这一步却有着万般艰辛。尽管如此，他仍急切地渴望着活着，心中挂念着父母和俏丫鬟汪静。系统的提示并未给予石天玉出去的方法，他只能依靠自己。在屏幕消失后，他眼前一片模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，结果却被一物绊倒在地。他爬起身来，发现是一块金砖，这让他不禁感叹，金钱竟能左右命运。然而金砖上却刻着让他心惊胆战的字眼：入明教密道者，皆为有缘人，须向本教主磕8个响头。这句话让石天玉心头一沉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麻烦之中，但他也知道此时已无其他出路，只能迈向前去，朝着地道入口处走去。眼前的景象让他愕然，一具骷髅坐在金光闪闪的椅子上，骷髅身上的衣服已然破烂，肌肉皮肤早已腐烂，难以分辨性别。石天玉决定向骷髅磕头，在这种情况下放下自尊是为了生存。他心想着，或许这具骷髅会给予他一些指引。磕了8个响头后，石天玉见到金影一动，露出一个小坑，里面放着一只木盒。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木盒，因为他知道如果找不到出口，自己将无法生存。木盒里的物件令他惊讶，一本名为《明教传奇》的书。他打开书封，上面写着：有缘人，你向本教主磕了8个响头之后，才有幸触动本教经以前的机关，得到了这本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《明教传奇》这本宝书。你已经是本教的正式弟子，也是本教的新一代掌门人。石天玉心中疑惑重重，他不知道明教是否还存在，更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成为掌门人。他苦笑着想着，或许这只是一个空头衔罢了。继续翻阅书页，他看到了一个名为杨逍的人物介绍。杨逍曾是明教的左使，武艺高强，才智多谋，但他对明教的现状颇有不满。书中叙述着杨逍和张无忌的故事，以及明教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隐藏在幕后的种种阴谋。石天玉心中一阵感慨，他难以想象这些传奇的人物曾经的辉煌和荣耀。然而，书中所述的故事并未结束，接下来的章节讲述了杨逍如何率部分弟子归隐山林，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和考验。石天玉心中兴奋难掩，眼前的一幕让他心潮澎湃。石天玉不禁暗自感叹：佛度有缘人啊！他心中涌起一股无尽的兴奋，想象着将来救出父母，与汪静一家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，隐姓埋名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享受着丰厚的财富，娶妻生子，游山玩水，修炼成仙侠，长生不老。这一切都仿佛触手可及。然而，眼前的宝藏里却藏着更多的秘密和挑战。石天玉仔细翻阅《明教传奇》，
看到其中记载了许多武功路数和内功心法，其中有许多极品神功。他的心情如同飞扬的火焰，一次次被激发，满怀期待地期盼着自己是否能够修炼成仙侠，踏上解救父母的征程。随着一页页的翻阅，石天玉对于自己的命运充满了信心。他将教主遗留下来的明教传奇视为无价之宝，也将杨逍视为自己的恩师。在书中记载的各种武功路数和内功心法面前，石天玉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和兴奋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想着如何将这些武功发挥到极致，成就一番伟业。在宝藏中，金光闪闪的金佛像吸引着石天玉的目光，他迫不及待地移动第一尊金像，找到了隐藏在金佛底座下的宝物，通过吃下这些宝物，壮金强武，使自己的功力大增。而接下来，随着他不断的修炼武功，每一篇功力的增长都让他感到无比振奋，仿佛置身于万物之境。在地宫中，时间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。石天玉不知道外面是白昼还是黑夜，只知道他要不断的修炼，不断的成长。最终，当他在脱困图上找到了地宫的出口，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。他感慨地赞叹杨逍恩师的智慧和计谋，也为自己的幸运而感到庆幸。抓起地上的宝剑和明教传奇，他迈出了地宫，踏上了解救父母的征程。夜幕中，石天玉的身影泛着金光，他一路向前，脚下的蛇兽纷纷逃避。石天玉踏下山坡，步入一座小山村，他轻手轻脚地穿过村庄，偷得几件粗旧衣服，携带着几只大布袋，随即再度踏上山径。他眼中闪烁着金光，一路寻找，最终来到一处碧绿的湖泊，毫不犹豫地跃入湖中，享受着湖水的清凉，同时也清洗着自己的身体。他身上金光闪烁，湖中的生物纷纷闪避，唯恐受到伤害。石天玉游走湖中，一切在他的掌控之中，鱼虾、鳄鱼、巨蟒都不敢靠近，若有不慎被他碰到的，便被金光气流弹出水面，重重跌落在岸边。石天玉从水中走出，取出一件衣服擦拭身上的水珠。他穿上衣服，轻轻一扬手，一株巨大的树便被他击倒，倒在地上，留下一条深深的坑。接着，他轻轻蹲下，一掌接一掌地击打着树干，树枝纷纷落下，树干则被打成数段。随后，他将这些树枝树叶堆在一起，对着柴堆用真气点燃了火焰。尽管这些树木刚被砍伐，但在他强大的真气催动下，火焰立即蔓延开来。他的内功之强，堪称当世少有。紧接着，他运用天遁传音呼唤：“汪静，你在哪里？”他的声音在方圆百里内传达，然而始终没有汪静的回应。尽管天空飘起了雨丝，但石天玉多次呼唤，汪静却仍无动静。细雨很快停了，石天玉的衣服没有被淋湿，因为他周身散发着金光，水珠落在他的金光护体之上，立即被弹开。晨露娇滴，雾笼苍山，天将破晓。石天玉吃完了美食，将剩下的装进大布袋里，然后他复回地道，复回地宫。随后，他背上一袋金砖、一袋金元宝、一袋银锭，离开了地宫。他计划将这些财宝存入钱庄，以便轻装前行。他穿越了被巨石封堵的山洞口，却并未见到汪静的身影。石天玉不禁泪流满面：“汪静，你在哪里？”就在此时，汪静从他身后跑来，他也穿着粗旧的衣服，但他的美貌依然不减。石天玉捧起大袋美食，带着汪静匆匆离去。他们来到一个小镇，汪静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石天玉立即将蛇肉、鳄肉、鱼肉递给他。这时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走了过来，请求石天玉给她一点食物。石天玉毫不犹豫地将食物递给她，然而小女孩却因吞食过快而噎住，流下了眼泪。石天玉心怀善意地凝视着眼前的小女孩，温柔地劝她放慢吃的速度。他轻轻地为她擦去眼泪，小女孩感激地望着他，询问他的名字。石天玉脑海中出现了街头的通缉令，上面画着他曾经丑陋的面目。然而，如今他已经修炼成了神照功，身形高大挺拔，面容俊美如冠玉，所以他不敢透露真实姓名。他告诉小女孩自己是曹景洲，然后匆匆离去，背起美食走向远方。小女孩心急地追赶着，呼喊着要跟着他。汪静焦急地询问石天玉是否可以带上小女孩。石天玉答应了，计划先买一辆骡车，到了开封再换马车。他们一起去选购车辆，却意外地遇到了一处贩卖马车的地方。由于这里是从洛阳到开封的主要交通要道，因此车辆商铺林立。石天玉将背上的金钱全数存入马车厢中，然后汪静和小女孩挤进了车厢。空间有些局促，他们忍不住打开了布袋，发现里面装满了金砖、金元宝和银锭，令他们惊讶不已。黄昏时分，石天玉驾着马车进入城市，寻找连锁钱庄。最终，在城市中心，他找到了一家连锁钱庄。这家钱庄始于宋朝，由晋商经营，因其资本雄厚、信誉良好而备受推崇。
石天玉将大量财宝存入这家银庄，引起了掌柜和店小二的疑虑，但他们被石天玉的气势所震慑，不敢多问，匆匆办理了手续。第二天一早，石天玉留下一些银子，领着汪静和小女孩去购买新衣服。之后，他们来到福威镖局，付了金元宝，请他们护送汪静和小女孩前往京都。虽然他们不情愿，但石天玉劝说道，这样更安全。最终，他们同意了。在福威镖局过夜后，石天玉拆卸了马车，策马连夜前往京都，准备营救父母。第二天清晨，石天玉在林间伸展了懒腰，却发现迎面走来10多人，其中4个轿夫抬着一头轿子，他们似乎毫不在意周围的纷扰。突然，一队人马冲来，领头的人是游兵，飞鹰帮的帮主。游兵要求他们留下财物，否则生死难料。石天宇站出来反抗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厮杀。飞鹰帮与石天玉一行展开激战，双方拼命厮杀，气势汹汹。轿子旁的丫鬟和轿夫也纷纷加入战斗，场面异常混乱，武器交错，剑光闪烁。